大家好，我是扫地僧。你知道吗？美国纽约市发布过一份数据，在纽约这个贫富差距极大的城市，生活在最贫穷社区里的人，要比住在华尔街附近的人少活大约11年。也就是说，富贫的差距与生命的长短是有直接的关系的。当你知道这个事实之后，你想不想成为富人呢？或者说你不想要成为穷人呢？你一定会说，哪有这么容易？但如果我告诉你，成为富人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你会尝试的去了解一下吗？我邀请你把我这部影片看到最后。当你看完这部影片，你就会知道5个富人与穷人不同的区别。那么聪明的你一定会懂得怎么去避开穷人的陷阱，走上富人的道路。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影片的话，我想跟你解释一下，这个频道是分享我认为最关键能帮助我成功创业、投资、理财的一些道与术。如果你对这些都有兴趣的话，请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个小铃铛。如果你听完以后有所领悟，就记得一定要给我点个赞。好了，富人与穷人的第一个区别，富人会把资源整合的能力提升到极致，而穷人却是努力的去学技术。你知道吗？学校其实是工业时代遗留下来的产物，目的就是为富人去培训员工的。也就是说，学校教我们的都是各种各样的术，这样我们才能为富人工作。那时候的权贵就是把这些会各种各样术的人整合起来，分辨哪些人能为他们赚钱，哪些不会，把会赚钱的留下，把不会赚钱的淘汰。历史的背景就是这样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市场的开放，人人都可以透过资源整合的这个能力去赚钱了。但首先，你要先理解经济学最简单的供需理论。马云曾经说过，机会就是在别人抱怨的地方，抱怨就是因为出现了困难、有麻烦而产生出来的情感。大部分的人会通过抱怨来显示自己的无奈和无能。那么富人就是能读取这些信息，他们知道这就是市场的需求，然后他们会利用资源整合的能力去满足这些普通人的需求。所以这个时代能够解决麻烦的人就是富人。简单来说，富人愿意去探索别人在乎什么，不在乎什么，然后东凑凑西凑凑，满足他们的欲望。穷人当作垃圾看待的东西，在富人的眼里可能就是宝贝和黄金，而这一切都会体现在一个统一化标准的载体上，那就是货币。富人就是有本事把垃圾卖成高价的人，这个就是通过资源整合的能力，而不是体力或者技术。所以现在应该能理解为什么马云会补充说，如果一个人有资本、有工程师，那个项目是一定做不成的。真正的创业者都是缺这个缺那个的。富二代创业不成功，是因为他们有这个有那个。你听懂这核心的关键了吗？我希望你们去思考这些话背后的含义，而不是听听而已，不然你们的时间就会显得廉价了。第二，凡是富有的人都是乐观、充满正能量的人。我问你，悲观主义者能富吗？肯定是不能的，因为他们脑子里会出现1000个、10000个理由，总是能不断的否定别人提出来的任何一个致富方案。但可惜，普通人往往在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就成为了这类人。你想想是不是？很多人创业、投资之所以失败，就是他们喜欢去想那些还没有发生的事，他们会去想，如果遇到什么困难，那怎么办？如果市场没有反应、没有效果怎么办？去想这个不行、那个不行的，所以他们还没开始就已经有很多问题了，也注定他们失败。而这些问题可能根本不存在。穷人是想要把什么条件都准备好了才行动，穷人认为做什么都时机还没有成熟，他们喜欢找借口，喜欢等，这一等就是几年、几十年、一辈子了。而富人呢？富人就是选好一个大方向就去做起来了，
而他们遇到的困难就是时间之后才出现的，所以这些困难不是他们想象出来的，他们是真的碰到困难，也因为如此，他们才会知道问题的核心在哪里，他们才能够去想到关键的解决办法。他们就算在创业或者投资的过程中没有任何收入，甚至出现亏损，他们也能够保持激情，保持疯狂的投入时间与精力，因为他们知道，只要他们把一切的过错都犯了，他们才会看到成功的萌芽。所以富人是充满正能量的，他们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和大目标，然后立马开始行动，边行动边完善，结果还真给他们做成了。富人就是要把1块钱变成1000万、1个亿，一直相信自己能办得到。对，就是这么简单，你能做到吗？听到这里，你可以去考虑订阅我的频道，因为我频道讲的都是关于正能量而且实际的富人思维。第三，富人会有效地利用自己的时间，希望让时间的价值极大化。人生匆匆，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时间是非常宝贵的。你想一下，现在这个社会，光是在学校学习都要花你10几20年了。这段时间，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是一样的，主要是靠父母养活，所以在我们身上基本上只有支出，没有收入。那么到了毕业以后出来赚钱，人的黄金时间已经剩下不多了，之后你可能会成家，代表了你需要稳定的收入，所以人能够去拼搏，最适合的时间可能只有10几年左右。那么富人与穷人的差别就是富人不会浪费他们的时间在一些低价值的活动上，比如说电视剧、家长里短、各种八卦、鸡毛蒜皮的事，因为这些事与他们赚钱的关系极小，没什么大的帮助，他们会选择与赚钱有关的信息去学习。你观察一下，大部分成功的企业家都是喜欢经济学、管理、心理学、历史、哲学等等的，因为他们知道只要把人性学习透了，自然就能赚钱了。而且他们会建立资产，随着时间的变化，他们的资产因为复利的原因变得越来越多，所以他们就成为富人了。而穷人呢，在他们年轻的时候，最有拼劲的时候，他们就愿意并且喜欢把时间放在刚才说的低价值活动上面，因为这些活动不需要他们动脑子，而且还可以为他们带来喜悦。当他们手上没有事情的时候，就会去找这些活动来填充空余的时间，慢慢的就养成了习惯，他们就习惯了舒适圈里面的生活，而他们的拼劲、执行力就逐渐的减退了。到他们成家的时候，年老的时候，在被生活环境压逼的不得不去改变的时候，才发现一切都为时已晚了，因为他们无法去跟那些年轻人竞争了。现实就是如此的悲哀，你要怎么去选择你的人生呢？第四，富人享受的是精神层面的感觉，而穷人却是对物质层面的得失耿耿于怀。富人他们就像一个数学的爱好者，只要看到困难都希望把它解答出来。富人都是希望透过市场的反应来验证自己的想法是否正确。当他们要亏钱，他们就知道是市场告诉他们想法有错，他们就会立马去修正，再错再修正，直到市场告诉他们正确的时候，就是他们能赚到钱的时候，他们才会满足。但他们的关注点却不是赚钱还是亏钱，因为这是物质上的满足，他们关注的只是他们的想法是对还是错而已，这是精神层面上的满足。你理解了吗？这也是为什么富人总是主动的去把事情完善好的人，而穷人呢？穷人是希望别人去指挥他的，他们不太有探索的精神。我再拿数学当例子，同样一条数学题，他们是希望别人直接告诉他们答案，他们不愿意去思考，也对运算的过程不会感到兴趣，只要把数学功课交给老师就好了。你想一下，现实是不是这样？很多穷人看见富人，就希望富人直接告诉他们做什么项目能赚钱，他们是希望富人告诉他们答案，让他们可以直接的去获得成果，所以他们追求的是成果所带来的物质得益，就是钱。穷人是为了钱去工作的。可惜的是，就算富人
告诉了他们项目，告诉了里面有什么内幕消息，他们还是会赚不到钱，因为他们没有探索的精神，他们不是真的喜欢那个项目，他们只是喜欢钱，所以自然也会失败的。简单来说，穷人认为只要做对了项目就能够赚钱了，他们的关注点是做什么，而富人的关注点却是怎么做。一条数学题，你只写答案，没有过程也不能算对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以富人为目标客群的名牌奢侈品，之所以能够卖这么贵，就是因为他们知道富人着重的是精神层面的感受。所以他们会营造一个高端上档次的感受，去满足那些富人。对于富人而言，金钱只是工具，他们买东西不是考虑贵不贵，而是考虑那件物品有没有价值。他们已经升华到更高的境界了。最后第五，富人愿意去承担责任，是有信用的。新闻里也提到过，皇帝都是金口玉言，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的。我不是要美化富人，事实上，一个人讲信用、遵守诺言、言而有信，与这个人的道德品质其实是没有直接的关系的。你要先明白一个道理，我们去观察每一类人，都要去思考他们背后的动机，不要轻易的做出结论。而历史告诉我们，信用和遵守诺言其实是社会上层阶级的统治和管理的工具。也就是说，言而有信只是当皇帝、当企业家的工具还有手段而已。你要理解，如果当皇帝的、当老大的都说话不算数，随便反悔，就没有人愿意为他们卖命了。如果散伙了，到时候皇帝自然也当不成。所以这是利害关系决定的，并不一定是皇帝的人品好。有时候他们只是不得不透过诚信的价值去控制部下的情绪，这样才能方便他们管理。当然，也是有很多富人的品质是很好的，也有些富人常常出尔反尔，这无可置疑。但我们可以观察到，大部分成功的富人说什么就是什么，他们是一定要说到做到，言行一致的，因为这样别人才会服从他们的指挥，他们才能当老大，这是必备的条件。可是很多社会下层的老百姓认识不到这一点，他们认识不到信用的价值，随便违背诺言。你身边的朋友是不是常常迟到、爽约、开空头支票呢？而他们是不是穷人呢？如果不算上有些比较任性的富二代，基本上答案是肯定的。但不是要去责怪这些人，毕竟这是人性的弱点。所以话说回来，能克服这些人性弱点的人，应该都混得不差。更有甚者，有些人更是会随便为了眼前的一点小利益就所无赖，或者跟别人翻脸，这种人更容易区分出他是穷人了。你要明白，一个人如果没有信用，就无法获得别人的支持跟合作，也只会不动别人。当你只会不动别人，就代表没有权利。没有权利的人，当然就无法调动社会的资源，这样你是无法在这个社会竞争的。为什么有的人穷，有的人富？这就是原因之一。人的命运就是这样决定的。那么有的人一定会说，以上的结论都是没有站在穷人的角度去看问题，好像富人就是对的，穷人就是错的，这样对穷人是不公平、不客观的。我希望你不要有这样的想法。首先，事实就是富人的思维的确比较接近真理，因为如果你不懂自然规律，不懂人性，不懂这个世界的规则，你是不可能成为富人的。正像如此，你不得不接受，对吗？而且，因为我们想要成为富人，那肯定就是要从富人的角度，从富人的思维去看问题啊。就好像演员，如果他们想要了解那个角色，但他们不能入戏，不能把自己带进去那个角色里，那怎么能对剧情做出适当的、正确的反应呢？你要知道，如果你想要成为富人，就一定要知道什么是富人不会做的事，然后去避免穷人会做的事，这样起码你是有机会成为富人的。当然，还需要去配合其他的道与术，就是一些心法跟技巧。如果你对这些都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关于致富的信息了。另外，我需要你的一个鼓励，希望你可以为我这部影片点赞或者分享出去。好了，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吧，拜。